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汉字3000个，一个教汉字的频道。我是宋老师。这个视频我们要说几个问题。为什么学汉字很重要？要学习多少个汉字？汉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？汉字经历了怎样的变化？应该学繁体字还是简体字？学汉字重要吗？如果你在学习汉语，那一定要多学习汉字。汉字是汉语的基石。在中国，只会说汉语但是不认识字的人是文盲。文就是汉字，盲就是目盲，没有眼睛。文盲就是不知道不懂得汉字的人。中国人非常重视学习汉字。在20世纪，中国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就是把全国的文盲率从 80% 降到了 6.72%。 汉字有多少个？中国最大的汉字数据库国安字库有91251个汉字。中华字海是目前最大字书，收录汉字85568个，确实很多。但是高频汉字比较少，只有几千个，2396个高频汉字可以覆盖 99% 的书面材料，而2021年的 HSK 9级标准有3000个汉字。HSK 9级标准中，1到6级每个等级有300个汉字，7到9级合计1200字，300、300、1200都是整百的。但是每个等级的词汇数量不一样，比如1级词汇500个，2级词汇772个，3级词汇973个。这就说明 HSK 以汉字量作为一个重要的难度标准，用每级300个汉字去生成对应级别的词汇。由此可见，汉字是汉语中的核心。学汉字有什么好处？你知道的汉字越多，汉语进步越快。我认识很多汉语学得很好的学生，还有汉语进步很快的学生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花时间学汉字、写汉字。你看 HSK 9个等级，记住11092个词很难，但是要记住3000个汉字就容易很多。只要你认识3000个字，你就能无障碍阅读市面上 99% 的报刊杂志了。你的词汇量会远远超过1万个，可能是2万，甚至更多。汉字是怎么产生的？汉字有4种造字方法：象形、指示、会意、形声。3000多年前，中国人就有了成熟的文字系统——甲骨文。甲骨文很像图画，汉字的创造者们画出自己的身体和眼前的东西，创造了最基本的汉字，比如水、釉、木。后世的学者称这种画图造字的方法为象形。第2种造字法是指示，在象形字上做一个标记，比如本就是在木上标记出树根，末就是在木上标记出树梢，寸就是在右，也就是手上标记出脉搏跳动的地方，这个距离就是寸。第3种造字法是会意，把2个或多个简单字组合成一个字，用这个组合表明这个字的意义。比如修是人靠着树休息，采是用手从树上拿东西，友是2个朋友的手在一起。第4种造字法是形声，2个部分合成一个字，一个部分与字义相关叫形旁，一个部分与字音相关叫声旁。声旁有时也与字义相关，比如水加木是木，水是形旁，木是声旁；墨，水是形旁，墨是声旁，墨也与墨的字义相关。海浪的末尾是泡沫。村，木是形旁，寸是声旁。汉字中 80% 以上是形声字，
所以你学会简单的汉字，就能很快学会复杂的汉字。关注汉字3000个，用有趣的方法学会汉字。汉字经历了怎样的变化？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，汉字经历了一个从图画到符号的演变过程。公元前14世纪，那时候的中国是商朝，商朝人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，然后用火烧这些甲骨以占卜事情，甲骨文更像图画。在商朝和后来的周朝，青铜器使用普遍，青铜器上的文字就是金文。公元前221年，秦朝建立，把小篆作为全国的统一文字，小篆依然看得出是象形文字。为了更快捷的书写，小篆被简化为隶书，在东汉时发展到高峰，隶书摆脱了象形性，更加符号化。楷书源于隶书，书写更加便捷，在唐朝时发展到高峰。楷书的楷就是楷模、典范的意思。楷书一直盛行到今天，我们要学习的也正是楷书。应该学繁体字还是简体字？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繁体字，什么是简体字。繁体字是相对于简体字而言的。繁体字也就是传统中文，是隶书产生以后中国人一直使用的汉字系统。现在的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就在使用。简体字也就是简体中文，主要在中国大陆使用。因为中国政府在1964年颁布了简化字总表，1986年又修订了这个表，共收2274个简化字以及14个简化偏旁。简体字的制定其实也是为了降低汉字学习的难度，提高汉字的书写效率、国民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。所以你看，汉字有很多，除了这2000多个简化字外，剩余的汉字是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共同使用的。如果你问简体字和繁体字哪个更好，我想说的是各有各的优势。繁体字保存了更多的字形与字义的联系，也就是说你更容易从繁体字的字形上看出字的意义。比如繁体中文河谷，在简体字中写作河谷。谷，山谷的象形字，谷就非常有意思了。谷是雀、禾组成的会意形声字。雀的意思是手持工具敲打一个东西的外壳，禾是谷类作物，合在一起，谷就是击打谷类作物获得的果实。它记录了古人们一个劳动的场景。用山谷的谷替代河谷的谷，对于汉字初学者们来说，谷容易学，容易写，但是对于汉字300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好主意。这样做不仅打破了谷的字形与字义的关系，而且使山谷的谷本意变得不那么明显了。并不是每个繁体字都很有道理，比如空气的气，简体气字和甲骨文很像，是一个象形字。繁体的气有米字，这个米与气的意义关系不大，确实可以省略。所以该学繁体字还是简体字，两种字都学当然最好。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和喜好学习其中一种。记得关注汉字3000个，我们一起学汉字。